2020年1月3日凌晨，巴格达国际机场外，一辆黑色的 SUV 缓缓地驶出了停车区。高空中，一辆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早已锁定了这辆车。几秒钟之后，一枚导弹精确地击中了目标，火光冲天，车体瞬间被撕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当场死亡。同样的手段，以色列最近几年多次使用，暗杀了不少哈马斯和伊朗的指挥官和科学家。这种让领导先走的新型作战方式，正在颠覆传统的军事冲突形态。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一探究竟。一枚现代导弹其实是一台微型高精度的飞行器，它包括战斗部、制导系统、推进系统、飞行控制系统以及外壳结构等等。而能做到精确击杀，主要依靠的是制导系统，它就相当于导弹的大脑，负责识别并锁定目标，然后由推进系统和飞行控制系统控制导弹飞行到目标的位置。导弹有不同的制导方式，最常用的是用激光制导和 GPS 制导。激光制导依靠无人机或者地面部队通过激光发射器用特定频率的激光照射目标，导弹通过捕捉激光反射信号实现精准的追踪。这里发射的激光通常是不可见的红外波段，因此被照射到的目标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锁定。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不同的导弹会不会互相干扰而造成误识别呢？比如会不会发生不同的导弹飞向同一个目标大冤种的情况呢？实际上呢，并不会。激光发射器会通过频率调制赋予每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编码 code， 这样不同的导弹就能明确的各自目标，从而避免相互的干扰和误识别了。因此，只要激光能稳定持续地照射到目标表面，激光制导的导弹甚至可以达到1米以内的精度。但是呢，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容易被恶劣的天气等因素干扰，从而呢造成精度显著的下降。相反 ，GPS 制导则受到天气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它是通过卫星导航将导弹引导到目标的位置。相对激光 ，GPS 的误差比较大，通常在5到10米之间。激光制导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实现，或者由于天气较差 ，GPS 制导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是成功的定点清除只要导弹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它是一次多部门协同的立体作战。情报的获取必须做到无死角，只有准确地掌握了目标的具体位置、活动规律和通勤路线，才能为后续的行动提供坚实的保障。为此呢，情报来源要多样化，既依赖传统的人力侦查，也要借助卫星图像、通信、监听，甚至通过社交网络来捕捉目标的动态。与此同时呢，制空权也是任务成功的关键。无人机或者直升机需要在目标上空长时间的盘旋，持续用激光照射锁定目标。但如果敌方具备强大的防空能力，就必须先通过电子干扰或空袭等手段来削弱对方的防空，确保制空权掌握在己方手中。但是当战争变得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仅仅是杀戮的艺术？导弹定点清除技术的进步确实为控制冲突规模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果的解决方式。它可以将战争的火力集中在极小的范围，减少无差别轰炸带来的平民伤亡，也让那些轻率挑起战争及不得民心的领导人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时刻提防身边是否有人泄密行踪。但是有完全正义的战争吗？如果这项技术被用在侵略国针对被侵略国怎么办呢？谁又有权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呢？比如被暗杀的伊朗核科学家都罪该致死吗？很遗憾啊，这些问题在如今丛林法则的国际局势下呢，永远不会有正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希望这项技术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杀戮更加高效，而是让战争更少的发生，让平民更少伤亡。愿世界和平早日到来。这是路易斯科技漫聊，我们下期再见。